欢迎收看四姨太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内容。一档综艺不管曾经有多火爆，总有盛极而衰的一天。要想挽回那些流失的观众，玩炒作搞噱头是行不通的。首先得保持住节目精良的制作水准，其次合理适度的创新，增加新鲜感。还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请明星只请对的，不请贵的。首发阵容迟迟未官宣，首场比赛又一个劲儿延后，新一季的歌手可谓命途多舛。我歌做到第8年，关注度和影响力不比从前是不争的事实。前面2季纵使请来了结石姐和刘欢这样的大咖撑场，收视率依然屡次刷新历史最低值，赛制一成不变，大众审美疲劳在所难免。更何况如今综艺荧屏百花齐放，歌手面临着从未有过的严峻挑战。老话说得好，不破不立，如果一直固步自封，墨守成规，被市场淘汰是早晚的事儿。所以当歌手2020打出当打之年的招牌，看似出人意料，实际上在情理之中。回顾过往7季，哪一季不是大牌云集，神仙打架的场面屡屡上演？但凡事都有两面性，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请人陷入瓶颈，该来的能来的都已经来过了，不愿意来的哪怕重金诱惑3顾茅庐，人家也不会动心。不管是迫于无奈还是突发奇想，对于芒果台来说，与其因为请不来人停播1年，不如硬着头皮迎难而上。面对巨星不肯来的尴尬局面，请回一堆老面孔固然会遭到不少吐槽，却是当下唯一的救急选择。一来4位老歌手都有过竞演的经验，不至于像新歌手一样压力过大，再者他们不但符合当打之年的要求，唱功在业内外也是有口皆碑的，一定程度上能保证这一季的比赛水准。除了回锅肉太多之外，没有天王天后压阵，亦是今年一大槽点。首发的咖位明显比前7季差了一大截儿。不过反过来想，如果有韩红、刘欢、李玟、林忆莲这样的顶尖大腕在，最终的歌王归属还有什么悬念呢？一群年轻歌手混战，实力在伯仲之间，谁选歌好，状态在线，都有可能拿到单场冠军，反倒增加了一些看点。本月7号，歌手2020第1期将正式播出，可以说千呼万唤始出来。晚间，节目官微公布了7位首发的集体海报，众人的表情和眼神都相当有戏，大片感十足。要知道啊，单人海报上个月22号就爆出来了，此番绝不仅是一起亮相那么简单。从排位来看，其实大有门道。占据 C 位的是华晨宇，不管你是否喜欢他的风格，从综合实力和人气来讲，花花的确是内地90后男歌手的扛把子。单单90后登鸟巢举行歌唱第1人的名头，便足以在内地流行音乐史留下一笔。另外，从过往战绩来看，徐佳莹在《我是歌手》第4季止步6强，萧敬腾和袁娅维分别是歌手2017的季军和第7名。身为18年亚军，华晨宇堪称一枝独秀。首发的6位华语歌手暂且抛开唱功不谈，歌唱履历最光鲜的无疑是金曲歌王萧敬腾，其次是金曲歌后徐佳莹。两人一个以震撼的舞台魅力著称，一个是能写能唱的创作才女。以他们今时今日在乐坛的地位，闯进总决赛显然没有任何问题，只是流量跟话题度略逊一筹，恐怕只能担当陪衬了。要是按照当打之年的硬性标准，已经42岁的邻国歌姬米西亚似乎超龄了，但不可否认，她绝对是本季最大的惊喜。不过同样是大魔王，拥有diva级的演唱水准，米西亚的国际知名度相较于结石姐确实要逊色很多，没被安排在中间位倒也情有可原。至于剩下的3位首发，或许是袁娅维来过一次，加上出道稍早，因此排位更靠前一些。而毛不易和周深是7个人当中年龄最小的2个人，资历尚浅，又是初来乍到，更需要歌手这个大舞台向广大观众证明自己的实力。尽管外界有不少唱衰的声音，谁能保证以低姿态重新出发的歌手不会成功逆袭呢？
昨日，歌手当打之年第一期比赛结束，湖南卫视歌手官微第一时间放出比赛成绩，华晨宇第一，周深紧随其二排第二，米西亚第三，萧敬腾第四，毛不易、徐佳莹、袁娅维三人的成绩暂时没有揭晓。对于这样的排名，相信大部分网友还是比较认可的。歌手官微用了大篇幅的赞美词汇来赞美华晨宇的演出，在2月7日这天夺得第一期冠军，这是给华晨宇自己的最好的礼物。7年磨剑，王者归来，华晨宇赤诚演绎，用一首《寒鸦少年》燃爆舞台，极强的爆发力瞬间抓住听者的心，字字句句真诚发声，就如同来自灵魂深处的呼喊。他用对音乐的绝对热爱，将自己幻化成了今晚舞台上的精灵。恭喜归来仍少年的华晨宇获得歌手当打之年第一期冠军，这是你给自己最好的生日礼物。它是冷淡与热烈的爆发音的交织交融，是艺术内核和桀骜天性燃烧的寒鸦少年。华晨宇穿透的不仅是坚毅的呢喃，还有心底的洒脱力量。滚动的音符仿佛一根根火柴，划破了歌里沉睡的天际，又似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滴滴点点击落听者心头。这样的赞美配得上华晨宇当晚的演出。华晨宇带来的寒鸦少年 Live 仿佛是一个操控舞台的顽皮少年，游刃有余地唱着想唱的歌，唱到高潮时还在现场踩音响操作，简直炸翻舞台。看到花花的舞台表现力，听到这么具有穿透力的歌声，在休息室的周深表情都揪到一起了，甚是丰富。而一旁的毛不易懵掉了，完全失去表情管理。现场有观众听到情深之处，还情不自禁流下了眼泪。最后因为唱得太忘我，花花把话筒架都唱坏了，这小孩太能玩了。寒鸦少年是由华晨宇作曲，解锁摇滚音乐。这首歌张扬、桀骜、戏谑、呐喊，借寒鸦之名展少年孤傲。华晨宇唱出了少年傲骨铮铮，不畏冷眼嘲笑，一腔豪情不败热血。舞台上的花花以一首《寒鸦少年》震撼开场，用声音演绎迷途少年成长史，从戏谑到冲破，蓄力爆发，以寒鸦之姿展少年傲骨，褪去青涩，独留一身孤傲。王者归来燃爆全场，当之无悔拿了首场演出的第一名。事实证明，在当晚的直播过程中，歌手的全网关注度秒杀同时段的其他节目，市场占有率也是其他卫视的4倍左右。华晨宇的音乐就如女装店，风格怪异，一听就不好听，普罗大众看不上，但总有人特别喜欢，而且放不下。最终这样的店生意越做越好，而那些千篇一律的韩版女装店本想拥有最广泛的客源，但大多开不了多久就被淘汰了。音乐上的异类不可怕，怕的是你才华有限，却说要带领华语乐坛走向全世界；怕的是你不敢坚持自己的个性，怕自己太小众，要走红很难。据我所知，华晨宇只说要做自己坚持的音乐，从没说过要让每个人爱上自己的音乐，更没说过要做什么华语乐坛新的领军人物。老实说，华晨宇呢是很有才华的，从他在天籁之战的一次化腐朽为神奇的改编，我就断定这小子的才华远远不止我们所见的那样。无论是创作还是唱功，他都很优秀，只是他的自我风格让他无法成为传统的那种全民天王而已。很多专业人士都认为，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不太可能再出现像80、90和00年代那样的全民天王了。所以周杰伦之后再不会有第二个周杰伦，谁也不是他的接班人。这是一种不幸，也是一种幸运。幸运的是，这个年代只要你真的有料，真的有特色，就一定会遇到知音，就算是异类也会赢得别人的赏识。因为这个年代最大的好处就是将这些独到审美的知音聚集起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可以让小众变得不再小众，让冷门变得不再冷门。正如上面所说的女装店，所以华晨宇即使是音乐上的异类，但追随者不会少，甚至多到超乎你的想象，而且狂热至极。在火星人眼里，华晨宇就是宇宙无敌的大魔王。你以为在鸟巢连开2场演唱会还一票难求是怎么回事？你以为专辑异类强势霸占台湾5大榜首榜单是怎么实现的？你以为最新数字单曲《好想爱这个世界》45天销售额破半个亿是怎么卖出来的？华晨宇是属于且只属于这个年代的歌者，
说实话，如果将他放到20年前、30年前，作为一个普通唱片歌手出道，我不认为他能红起来。但这个年代给了他一片广阔的天空，让他可以尽情翱翔，找寻到属于他的一片山海。正因为华晨宇身上鲜明的个性与绝不屈服的态度，让我们在30岁的他身上仿佛还能看得到无限的可能性。他是不被流量腐蚀的火星异类，他是特立独行的扛鼎歌者，在宠爱中保持清醒，在争议中不断成长。也许他永远无法赢得所有人的认可，但那又如何？那不是他的目标。就像歌手也不是他向往的战场，但不影响他再次叱咤舞台。歌手的当打之年遇上华晨宇的而立之年，将迸发出什么样的火花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啦，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就请多多点和关注，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